拼装部本月重磅更新 PGU 牛高达，RG 那边也是搞了一个双翼牛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积到成品部了。M2 魂直接掏出了阿姆罗专用牛高达，从结构上来说，看着好像就是之前双翼牛改了改。记得双翼牛之前还掉价到800以下呢，没想到最近又涨回来了。不知道这次的阿姆罗牛会不会延续掉价的传统呢？不掉价也没关系，各平台的魔丸专场正打得火热，拼多多也是再放狠招，直接秒杀各种正品高达。这次的 M2 魂牛高达正好在活动中，直接1块钱抢。不仅如此，还有限定海牛、双翼牛的秒杀活动，全是官方正品保证。官网目前购买都要大几百，现在1块钱就能抢，有羊毛一起薅。我也向官方磨了好久，争取到了3000个粉丝优先享名额，放在视频下方链接了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行。除此之外，从我专属的链接里点进去，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，全场通用，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，还不快去拼手速！OK， 言归正传，赶紧来开箱看看这次阿姆罗牛到底表现如何。这次咱们不聊鸡舍，毕竟作为高达投票雷打不动的第1名，未来肯定还有各式各样的规格，咱们留着之后再说。而这次毕竟是阿姆罗的那台牛，正好不少朋友想了解我的拍摄和 P 图，那今天就来一起讲讲怎么拍更还原这 UC 最强。OK， 那么把所有装备全部安排上，咱们阿姆罗专用牛高达的决战形态就完成了。这乍看之下呢，不知道各位觉得还原度如何？我个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。如果 M2 魂有 Anime 产品线，那这台牛高达毫无疑问就是开山之作。不过很多兄弟对这次的牛高达颇有微词啊，说这次的玩具品控一团稀碎。我也看到不少贴吧老哥晒出自己的中奖。一印歪划痕都是小事，不少人的漆面简直不堪入目啊！但我这台很神奇，找遍了全身上下都没发现什么问题，即便算不上白璧无瑕吧，但连划痕都找不到啊，简直堪称奇迹！要不是各位受害者的分享，我都准备大吹特吹这次的漆面了。这次的牛虽然修改自之前的双翼牛，但造型细节方面是一点也不马虎，特别是各个喷口位置的涂装一印细节啊，比如膝盖这里就做了双层的套色。再配合上平整的消光漆面，恍惚间有种第一次玩 MB 的感觉。上半身就更不用说了，本身牛高达的细节就不算少，而这次的造型又尽量的贴近动画，并没有安排太多裂甲刻线啥的，漆面质感再一上来就2字干净。感觉这样映射我的这只牛啊，要不说这是 M2 魂，感觉真能欺骗大家说这是新出的 MB。如果非要挑一下这次这台牛的毛病，那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新规的头了，和动画对比一下，很明显的不像。首先双 V 天线尺寸就大了1号，整个面相也更扁平了，不是动画的牛马脸，这造型就很现代。好的，那么聊完了造型，对于摆好 pose 来说，还需要几个步骤。那么第一步就是了解你的机体，更具体一点的说，就是了解玩具的可动。脖子这里是做了一段伸缩关节的，低头这个幅度超过45度了，有一点离谱。抬头的话大概30度左右。由于拉伸出来的脖子很长啊，侧摆也能轻松达到30度。收起脖子后，转头是下巴会和衣领干涉，所以大幅度的转头还是要把脖子拉伸给拉开。360度的平转没有问题，这里关节超级紧。手臂的前伸给了一个内部转轴拉伸，接近90度的前伸幅度很离谱，但从后面看的话没有给穿帮遮盖。向后接触球关也有20度不到的摆动范围。大臂360度大风车无压力。两只手虽然小臂造型不同，但侧平台均能达到90度。大臂根部360平转无压力，曲肘看似单段关节啊，实则下段隐藏，非常漂亮的180度曲肘手摸肩胛。最后腕部还给了20度左右的摆动幅度。腰部的设计我就很不喜欢了，就是一个简单的大九关，而且关节还很短，这就导致弯腰的极限最多也就20度左右。挺胸那就更烂了，还会裂甲，反倒是左右能这样摆个20度左右。而转腰又只有45度，因为会和裙甲干涉，具体来说是那块鸡鸡甲，非常妨碍把弯。裙甲反而是都能正常抬起无压力啊。尾部标配了下拉关节，前踢能超过90度多一点。后踢由于没有后裙甲的限位，也能接近90度，这对于摆宇宙 pose 来说是很关键的。侧踢也是一字马，轻轻松松。大腿根部360度平转没有问题。小腿肚的喷口盖板其实是不能向上抬的，这一小段可动其实是给屈膝做准备的。我这边第一次摆所以很紧，但是这个屈膝做的是真的不错，尤其是膝盖处暴露的合金结构，造型非常的好。
虚膝两段需要用力压到底，这时候就能呈现出完美的180度贴住小腿了。脚部则是经典的斜插式结构，能大幅提升可动性。首先前抬就能达到30度以上，向后垫脚也能达到45度以上。不过这个成立关节是个空心轴，左右也能做一定的转动。脚尖有独立的可动，但只能微微抬起30度。不过这个脚底做的是真的很漂亮啊！我这只真的是翻遍全身也没有找到什么破绽。接地幅度也非常的 OK， 向内就能掰到45度左右，向外也能有30度左右，而且阻尼感非常的好。最后背包的光键接口是可以转动的，无油炮接口当然也是可以转动的。总体来说，除了腰部拉了一点，其他是真的没有毛病。掰 pose 那是妥妥的够用了，甚至这个把玩的手感啊，我认为是这2年来玩过最舒服的 M2 魂了。OK， 那么了解完了机体，下一步就得了解机体的武装了，也就是玩具的配件了。首先是这个浮油炮啊，这也算是老问题了。可以看到这个连接是很软的，跟装了软骨一样，毕竟每一段就是一个很小的 C 扣连接。而戴哥的解决方法也是简单粗暴啊，透明固定件直接怼上去，其实装不装是无所谓的，连接也没有那么松啊。而对于发射的浮油炮，这次良心的给了喷口的连接件，这里把透明件装到喷口里，然后就能和浮油炮尾端连接了。支架也是给的这种经典的折线型，不过球关是怼到喷口侧面的孔洞里的。最后再装上基座就 OK 了。不过这次的基座我是有一点震惊的，因为一开始以为这个透明件是卡在支架上的，比如说我拿着这个 M2 魂祖传的烂支架比划了半天啊，发现怎么也装不上去，而且支架连接的位点只有菊花这个方向不对啊。最后还是看了眼说明书啊，发现原来是挂在背包上的。把这2个盖板的小零件拔掉，然后就这么怼上去就 OK 了，给我费了半天的劲啊！当然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种搭载的，因为这种就不用跟支架绑定了，加上本体合金骨架，即使全部的装上，自立性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好评。其他的配件就像这把光束步枪，我也是超级满意的。毕竟这次的牛高达反向中奖啊，很久没有看到涂装这么好的武器了。而这次的枪身也隐藏了插装，拔开后可以直接挂到屁股后方的孔洞内。这面盾牌的涂装也是一绝啊，包括盾面上的散热口涂装，还有背面导弹和光束炮内构的涂装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次的盾牌有小细节，握把可以90度的翻折，这样就能以一个正面的角度挂在手臂上了，细节做得很细。火箭筒的涂装造型也是如此，已经不想赘述了。尤其是那个镂空的弹仓啊，我本来以为这最多是成型色，仔细看又像上了一层消光。握把也是可以转动收纳的，炮管也是可展开的结构，给还原了出来。腕部备用光剑的结构之前就展示过了，划开后光剑会轻微弹出的结构也有做出来。不过作为备用的光剑啊，只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筷子剑刃特效，和其他的特效剑也是不兼容的。真正做的优秀的是这个主剑柄啊，不仅是还原了握把展开的细节，而且还是全涂装，尾端的小剑刃自然也是做出来了。而关键的主剑刃则是给了3档不同功率时的特效，一个低功率模式的剑刃，然后一个全功率模式的剑刃，这个造型做得很漂亮啊。最后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挥动时候的造型，全新规的特效键就是漂亮。最后就是5对手型了，开掌手、挥刀手、握枪手、握拳手和空心握持手，造型多少都有点肉，但是够用是完全够用了。那么看完配件，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了，了解你的驾驶员。作为 UC 纪元毫无争议的最强，骡子的战斗风格是非常突出的，人机合一的杀戮机器，战斗中几乎不会有什么大开大合，只用最小的机动和最快的方式解决对手，基本不会有多余的动作。所以当你摆出像这样的 pose 时，它虽然很有张力啊，但它一点也不够骡子，甚至不够 UC， 而这才是宇宙中最正确的运动战举枪方式。当然这种动作一点张力也没有啊，但你一旦摆出来 UC 的那个感觉它就来了。毕竟把所有的推力向后集中，盾牌护住大半边身体，这个动作摆出来才是相当科学的。那么再稍微旋转一点角度，增加宇宙的浮游感就很完美了。如果你感觉刚刚太常规了，那接下来的这个回避机动，同时背后是火箭筒的动作，整个 UC 也只有骡子能打得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奇招啊，但动作幅度依然很克制。简单的躺平造型加俯拍，配合上火箭筒发射特效，就能轻松的还原，一样是非常好看的。接着是动画中啊，盾牌上的武器使用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抬手的动作，甚至都没有够1秒的镜头啊。我个人觉得作为防守反击的手段，可以用这个 UC 经典的反推刹车造型来配合一下。这里再加上这样从单侧脚底往上看的俯视角，这个动作虽然不够骡子，但是非常的 UC。踢图的时候也可以加入这种特效来表示腿部向前摆动刹车。OK， 接着是骡子标准的丢盾片锁，怎么能少呢？这操作真的是行云流水啊，没有什么帅气的姿势，就是瞬间脱离，然后回身一枪给干掉。而且脱离的那一瞬间只有这么一帧，根本就看不到，但也足够看出来是身体是 C 字弯曲，两脚尽量并拢，快速反推。这里手臂伸出来会显得更自然一点。盾和炮如果不方便摆在场景里，也可以像我这样单独拍完抠出来。
最后再叠放进主体里就 OK 了，盾牌也可以劈个战损。至于这张背后的瞄准冷枪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暗藏玄机，真的是找了非常久的角度才还原出来啊。看起来好像是2条腿打直的，实际上需要左腿尽量前踢，而右腿屈膝断，同时调整脚踝方向向后向内，让整个腿正面看成 C 字形，这样才能准确的还原。异曲同工的还有这段射战舰制造爆炸的场景，也是2腿微屈，双手持枪增加稳定性，瞄准射击，全身的喷口都在出力做机动，和上个动作几乎一样的腿部动作，幅度稍微更小一点。最后再加上一个简单的俯拍角度就还原出来了，拍摄的时候视觉重点也尽量往右脚上面靠。另外，浮游炮的释放动作其实也很简单啊，释放时并不会影响机体，所以本体套用正常的前进 pose 就好了。而浮游炮可以通过这种乱飞和展开不完全，来表现出一种刚刚射出，准备向各个方向运动的感觉。最后来看看这段精彩的白刃战啊，你会发现即使是拼刀，牛高达的动作幅度依然不大，即便用力挥砍也不太会变成像这样的全力一击。当然这个 pose 是很帅啊，尤其配合上光束特效，但这是为了张力而摆的姿势，而实际上骡子的全力一击先是这样的，然后是这样的。这里有什么动作的要点吗？并没有，但是就是很自然。唯一需要注意一下的也就是这个头部了，低头耍帅并不好看啊，这里需要追踪你的对手才会自然。其实最后这里我还拍了一张农夫3拳啊，不过毕竟沙扎比才公布消息，这里也就只能挥挥空拳了。好的，那么整体看下来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其实我本来是想拍机射的，但因为把玩起来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，于是就改了主意。这次的阿姆罗牛造型、配件、可动都算是优秀水平，而且大伙的中奖我也没有遇到，就让我对这台牛的好感度倍增啊！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是把玩党的话，这台牛绝对比解体酱牛和 PGU 牛更值得入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关注起来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。